你知道在中国没有一张地图是正确的吗？你知道 Google Map 上面可能藏有完全不存在的幽灵街道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轻松地聊聊地图的冷知识吧。嗨，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中共在台湾周边执行军演的时候呢，有一则新闻冲上了微博热搜。有中国网友发现，中国的地图软体上面可以清楚的显示台湾的每个街道，甚至连红绿灯啊、道路拥塞的情况都看得见。大家也发现，台湾有很多的路名竟然都用中国的城市来命名，觉得非常的惊讶。新闻传到了台湾，不少网友满头问号，哈？难道以前看不到吗？拜托，这都多久了？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这些小粉红在兴奋什么。那么看到新闻之后呢，除了觉得好笑之外也对于地图的制作、绘制这件事情产生了不少好奇。而在挖了一些资料之后，也觉得好像蛮好玩的。很多地图相关的知识真的是从来没有看过。古代人是怎么制作地图的？现代地图真的是正确的吗？废话不多说，今天呢，我们轻松一点点，就来介绍几个有点冷门、有点有趣的地图冷知识吧。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平常有在关注 VTuber， 喜欢跟他们聊天互动吗？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介绍3位多才多艺、拥有不同特色和魅力的 VTuber。香香 The Box 是台湾新成立的 VTuber 社团，希望能够透过推广，让更多人了解 V 圈文化。而最近呢，他们旗下的3位艺人也要首次开直播跟大家见面了，分别是森森铃兰，一只来自山谷、喜欢唱歌的狼，个性锵锵的，十分可爱；以及玛格丽特，一只气质的北极狐。身为大小姐的她呢，平时喜欢自己动手做甜点。最后还有柴崎风音是一只会画画的柴犬，而且喜欢陪大家一起吃早餐。还想认识他们更多吗？快点连结订阅他们的频道，在9月11日、9月17日跟9月24日的晚上8点一起收看直播吧。在古代制作地图的时候，如果简单一点点，可能会用目测法绘制出山河啊、聚落的分布位置；如果精确一点，就会使用一些仪器量测每个地点之间的相对距离还有方位。像是在中国古代呢，就曾经透过齿轮咬合的机械原理，设计出计里鼓车这样子的测量工具。而每当车子走了10里，上面的牧人呢就会击鼓1次，击鼓10次呢就会再敲钟1次，借此计算移动的距离，推算2点之间的相对位置。历史上面呢，人们也用过步行、绳子、罗盘等等的工具来绘制地图。那这些做法虽然看起来很阳春，但其实成果并不逊色。在200年前的日本，就有一位制图神人伊能忠敬，他花了17年，走了35000公里，几乎是走了地球1圈，绘制出一张非常高水准的日本地图，与现代地图几乎没有差别。而且为了确定经纬度他还从今天的东京走到北海道，以自己脚步幅度为基准，搭配星象的观测，推算出了地球的圆周大小。那虽然还是有一点点误差但以那个年代的技术来说，可以获得这样的结果，已经是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了。那么跟以前比起来，现在有了卫星、飞机遥测技术，我们的地图就完全准确吗？对也不对。现在大家常用的地图呢，通常是长这个样子的，这是麦卡托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它的原理呢是将地球投射到圆柱体之后再展开成平面。用这种方式制作的地图呢，任意选择2点都可以得到正确的方位，对于航海或者是航空帮助很大。但是这种地图的缺点是呢，在高纬度的地区呢，面积会放大很多，也让大家长期对于不同国家的领土大小产生严重的误解。举例来说，俄罗斯在地图上面看起来超级大，但如果把它拉到赤道附近呢，就会瞬间缩水面积看起来不到原本的1/2。而位在高纬度的格陵兰也是在地图上面，格陵兰原本看起来比美国还要大，但一把它往低纬度移动，就会发现它的面积根本不到美国的一半。那么除了麦卡托投影法之外呢，其实也有非常多种制作世界地图的方式。虽然有的地图采用的方法可以解决面积不正确的问题，但可能也会出现像是角度距离失真的状况，很难做到面面俱到。毕竟把地球这个球体压成平面的时候，不太可能兼顾角度、距离、大小的正确性，要做出一张完全正确的地图，技术上面来说也是有困难的。不过有的时候地图是故意做歪的，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你用 Google Map 去看中国的街道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来看看上海这个地方放大一点，再放大一点，再放大一点，厉害了我的国！为什么餐厅、酒店、公安局全部都跑到黄浦江上面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其实这不是什么神秘的时空扭曲，而是跟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定有关。1992年，中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里面明文规定，在没有政府的许可之下，人们是不可以自行绘制中国地图的。过去也真的有人因此受罚，像是几年前呢，就
英国的地质系学生呢，因为想要绘制中国的断层地图而遭到罚款。只有特定几家公司通过了中共的许可，可以合法的绘制地图。但是这些公司测绘过的地图呢，还需要经过一次调整，也就是经过火星坐标系的这个处理之后呢，才能够公开上架。火星坐标系原名是 GCJ02 编码系统，它是一套复杂的演算法，会将地图不规则的拉伸变形，而处理后的坐标呢，就不是真实的 GPS 坐标了。因此，这些被拉伸过的这个中国街道地图呢，才会跟世界通用的卫星地图无法重合，出现了数百公尺的位移。而后来，部分国外公司干脆入境随俗，像是 Google Map 的中国版，就让原本的卫星地图也用火星坐标系的系统调整一下，来贴合中国的街道地图。而这样的做法呢，虽然暂时的解决了偏移的问题哦，但因为调整的范围仅限于中国本土，所以在中国跟周边的这个地区的边界呢，还是有卫星图接不起来的状况。像是在中国版 Google Map 上面呢，中国跟香港的交界处，我们就会看到桥梁断成两段，出现了诡异的破图现象。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方吉路的传说呢？几年前在 Google Map 上面，台湾的各个县市几乎都可以找到一条叫做方吉路的街道。但如果你按照地图标示的位置实际走访方吉路，时常呢是一条没有门牌的死路，或是一片空地，让人觉得一头雾水。很多人推测这很有可能呢就是 Google 设下的陷阱街道。从以前到现在呢，不少地图公司会在制作地图时偷偷植入错误资讯，例如一条不存在的马路、一个故意写错的地名，或是凭空捏造的小镇等等。这就叫做陷阱街道。这样子，如果哪天他们的地图被其他公司抄袭了，就可以用这些陷阱街道当作证据指控对方侵权。那虽然说现在的 Google 已经移除了台湾的方吉路但根据网友们的回报，大家还是有在地图上面发现一些奇怪的错误地名，很有可能呢，这也就是下一条陷阱街道也说不定哦。有了卫星地图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现实生活当中到不了的地方，发现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像之前就有不少媒体透过卫星地图调查中国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的证据，而就连一般平民呢，也可以用卫星地图当起键盘侦探。之前有位日本网友闲闲没事跑去看了北韩平壤的卫星地图，不查不知道，一查不得了，北韩市区的这个高楼住宅呢，格局超级奇怪。从地面上面看马路两旁呢都是高耸大楼，但从上方看呢，这些大楼都像一片屏风一样，都是有薄薄一层，后面都是空心的，什么也没有。这样做法呢，疑似是北韩想要打肿脸充胖子，故意把住宅设计成 U 型、L 字形，好让人民看到时觉得国家很有建设能力。而另外呢，美国之前也有网友透过卫星地图意外发现了一起悬案。在 Google Earth 上面乱逛的时候呢，突然发现怪怪的，在水塘中怎么有一辆沉没的汽车？报警之后呢，警方立刻打捞，发现在那辆汽车上面竟然还有一具人骨。经过调查呢，这具人骨应该是一位失踪多年的当地男子。1997年，这位男子在开车回家路上突然人间蒸发，家属、警方搜索了多年都没有结果，直到卫星地图在池塘当中发现了这辆车，才解决了这个长达22年的失踪谜团，让真相水落石出。谈到这几年地图的发展就一定要谈一下横空出世的 Google 街景服务。2007年 Google 首度推出了街景功能，让使用者可以身临其境360度的观赏不同地点的真实影像。而这项服务一推出，立刻引起了全球轰动。为了尽可能搜集各地的影像， Google 派出了装有摄影机的街景车，在各国的大街小巷拍照。不过呢，有些车子到不了的地方，就会需要特别的解决方式。有的时候他们会用3轮车载运摄影机那在这个窄巷里面穿梭拍摄。有的时候呢，会有人们直接背着摄影机前往高山、森林等等步道拍摄，甚至 Google 呢还找过骆驼帮忙，在极端的环境下进行拍摄。而在拍了10多年之后呢 ，Google 街景可说是无孔不入，记录了世界各地的人生百态。有的人在路边尿尿的时候被拍到，有的人呢在家里 DIY 的时候被抓包，也有人呢在街景车经过的时候正好被警察现场逮捕。而这些街景照片真的是无奇不有，我们完全介绍不完。所以如果大家呢还有看过什么有趣的街景照片，也非常欢迎留言分享，让我们知道哦。在查完了这一次的资料之后，我们发现在古代一般的民众并没有什么使用地图的需求，之所以会特别绘制地图，大多是为了服务统治者的阶级，让统治者了解自己领土上面的资源，或者是军事上面的部署情形等等。但是随着时代演进，人们有了更多移动的需求之后，地图也渐渐从官方走入民间，变成了大家旅行交通时的必备工具。而到了今天，不管是物流的配送、车辆的导航、外送服务，几乎都要仰赖地图在背后运作。可以说，经过了几千
年的演进，地图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变成了普通人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基石。最后，在这一次整理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不少有趣的互动式地图以及地图相关的游戏，这些连结呢都先放在延伸阅读哦，很推荐大家如果有空的话都可以去玩玩看，绝对会增加不少奇怪的地图冷知识。好的，那今天呢就到这边了。想要问问大家，是你平常是一个很依赖地图的人吗？没有差，我方向感不错，不用看地图也 OK。非常的仰赖一定要边走边查地图才能够找到目的地。所以我是大路痴哦，就算有地图，我还是会迷路。其他留言跟我们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些地图的冷知识。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床是怎么发明的，以及周年庆的冷知识。那么今天的志祺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